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两京15日官宣，诚意演活朱瞻基，40字明史拍出明朝生死时速。2026年4月20日，爱奇艺世界大会上，历史悬疑传奇巨制两京15日重磅官宣。预告片一经发布便冲上热搜，网友直呼年度最期待历史剧。截至目前，该剧在爱奇艺平台预约量近60万，连续4周登顶2026年代播舆情热度榜 TOP1。能有这样的热度，离不开他以史为骨、以剧为魂的创作底气。仅凭明史中40字的记载，马伯庸与张黎联手，挖出了一段横跨2000里、历时15天的明代皇权绝境奔袭。明史中仅用40字记录下这段关乎大明皇权更迭的关键节点。夏4月，以南京的吕震命往居首；5月庚辰，仁宗不遇，喜书诏骸；6月辛丑，还至良乡，受遗诏，入宫发丧。这段文字简洁到近乎冰冷，没有惊心动魄的细节，没有波谲云诡的博弈。甚至没说清太子朱瞻基从南京返回北京的途中是乘船还是骑马，是否遭遇阻碍。而马伯庸秉持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理念，从这40字的历史留白中寻找故事可能。再经张黎导演团队打磨，将这段简单的归京之路拍成了堪比《速度与激情》的明代版生死时速。剧中洪熙元年1425年，太子朱瞻基奉命居守南京，恰逢明仁宗朱高炽病危，一场关乎皇位归属的生死博弈，在南京至北京约2200里的漕运与陆路路线上正式拉开序幕。这场绝境奔袭的核心冲突，源于皇权的觊觎者朱棣次子汉王朱高煦。史料记载，朱高煦对皇位一直都是虎视眈眈。作家马伯庸根据这一史实，就在小说《两京15日》中，以汉王朱高煦获知兄长朱高炽病危，不放弃当皇帝的机会，想方设法阻扰在南京的侄子朱瞻基回京接过皇权来展开小说故事剧情。于是，马伯庸在小说中设计汉王朱高煦一路设埋伏，如扶南京宝船爆炸、白莲礁暴乱、漕运闸口决堤，每一处危机都精准卡在朱瞻基的归途上。在观众看到预告片中，朱瞻基立于废墟中嘶吼：“父皇危在旦夕，谋逆之人想要取孤的性命。”这句台词直指历史背景史料记载，朱瞻基登基的第2年，朱高煦为了皇权发动叛乱，但剧集将其提前至太子返京途中，既符合历史上朱高炽权力真空期的逻辑，又强化了戏剧张力。朱高煦，两京15日剧组为了还原朱瞻基返京这一场地理与权谋的双重博弈，实景搭建超3万平方米、复刻明代官船、漕运闸口与市井街巷。因此，在预告片中，扬州水牢的铁链声、淮安堤坝的溃决声、济南城门的撞击声层层递进，将大运河从经济命脉变为皇位权力都在的生死战场。一切如导演张黎表示，我们不仅要拍出运河的壮阔，更要拍出它如何成为权力斗争的棋盘。预告片曝光的返京4人组，便是影视文学虚构和历史真实的完美结合。这返京4人组真实的历史人物是朱瞻基和于谦，搭配虚构的捕快是吴定元、女医苏京熙。史书上记载，大明王朝名臣于谦，在朱瞻基为太子时候也只是一名小官，预告片却将他设定为耿直谏言、陪伴太子逃亡的伙伴，贴合其日后刚正不阿的品性。4人小组中，从一开始互相猜忌到并肩作战，既有每5分钟一个新危机的情节推力，又有小人物与大时代的羁绊，让这段皇权奔袭和博弈多了剧情冲突和人性温度。导演在预告片中用凌厉的运镜、快速剪辑运河追逐、近身搏杀、爆炸沉船等场景，
配合大运河上的生死时速的标语，乃是将15天返京生死时速的氛围拉到了极致，奠定了明代版《速度与激情》的硬核基调。预告片的色调上，南京的暖黄与北京的冷灰形成鲜明对比，既暗示了两地的地理差异，也隐喻了太子从安稳居守到绝境求生的处境变化。光影上，黑暗中的微光，火光中的挣扎，既象征着阴谋的笼罩，也预示着朱瞻基一步步的觉醒与坚守。明宣宗朱瞻基作为这一部剧中的主角，在回京的15天里，一路遇到阻力，历经磨难，慢慢蜕变成长的过程，也是这整部剧的点睛之笔。尤其是著名演员程毅演的朱瞻基，把这个历史人物演活了，有血有肉，特别能让观众共情。预告片的开头，朱瞻基的形象就打破了传统历史剧完美太子的设定。他先是满脸血污、衣衫褴褛的立于废墟，眼神里有恐惧，有不甘，却始终没有流露出放弃的念头。剧中这15日的返京之路，他既要应对朱高煦的劫杀，也要面对人性的复杂和暗算中周旋求生，可谓是充满杀机与变数。可是就在这一路的危机中，却令他从一个只想着自保的皇子，慢慢成长为心系天下苍生的帝王。观众们在剧中感觉的朱瞻基，不再是正史里那个冷冰冰的名字，却是一个有血有肉，在绝境中一步步成长起来的普通人。饰演朱瞻基的程毅，为了贴合角色，提前研习明代宫廷礼仪、服玉带、揖让进退等动作反复推敲，使这些朝廷礼仪早已融入肌肉记忆。而且剧中的危险戏份，像水下憋气、泥潭搏斗，他都亲自上阵，毫不退怯，可谓非常敬业。程毅善于运用眼神和动作，表达朱瞻基内心的丰富感情。从眼神来说，从出狱爆炸时流露的惊惧，目睹灾民啃树皮时流露的悲悯，面对叛军时流露的狠戾，登基时的威严，4个层次的眼神变化，精准表达了朱瞻基一路抗拒阻力回京过程中，从促之天子到仁宣之主的成长弧光。从动作细节来说，程毅特意表达朱瞻基在济南城头撕开龙袍包扎伤口，血水混着雨水流下的细节，既符合史实中他尚武的性格，又流露帝王以血肉之躯扛起天下的担当。两京15日的上映，在爱奇艺平台预约量近60万，连续4周登顶2026年代播舆情热度榜 TOP1。这反映观众对历史权谋家极限逃亡题材是非常感兴趣。预告片结尾，乃是程毅饰演的朱瞻基立于船头，背后是追兵的火把连成一条血线。此时的朱瞻基却淡定地握紧剑柄，低语道：“这15日跑的不是路，是人心。”这句话或许就是这部剧想要传达的核心思想，在权力、生死和人性的较量中，朱瞻基经过一路波折，终于真正成长起来，领悟到了明君之道。实际上，历史从来不是固纸堆里的冰冷文字，那些被证实简化的片段，背后往往藏着最动人的传奇。明史40字的记载，记录的是皇权更迭的关键节点。两京15日的预告片则用镜头还原了这段节点背后的艰辛与热血，让这段被遗忘的皇权斗争历史重新走进大众视野。从正史的40字到两京15日预告片里的生死奔袭剧情，让我们看到严谨的历史细节与扣人心弦的剧情从来都不是对立的。那些被时光淹没的微小事件，只要被用心挖掘，便能绽放出震撼人心的力量。后续我们静待剧集开播，一起走进这段横跨两京、穿越600年的明朝皇权斗争的绝境奔袭，读懂正史之外的大明传奇。